当前的中美关税战已经演变为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战略博弈。这场始于2018年的贸易摩擦呀，在2025年即将迎来转折点。特朗普政府以所谓的对等关税为名，将基准税率提升至10%，并针对中国实施34%的惩罚性关税。中国随即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产品，在现行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34%的关税。这场较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济对抗范畴。其本质呢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在规则制定权、产业主导权和全球治理话语权等领域的全方位对抗。那美国挥舞关税大棒的战略底气呢，源于其二战以来构建的全球治理体系，通过将经济层面的贸易逆差政治化，将其宣传为国家的安全威胁，以此来对其他国家实行霸权，来实现不对等的交易。一直以来美国政府都依仗关税武器成功完成了北约东扩、印太战略等目标。这次特朗普的目的很明显，是通过对欧盟征收关税来缩减政府赤字，并且进一步的掌控欧洲，同时对东南亚国家实施差异化税率，瓦解东南亚在经济上的对华统一立场。而在之前特朗普就已经通过关税大棒逼迫德国放弃使用华为的武器设备，强化墨西哥在经济和金融上对美元的依赖。这种经济冷战化的策略短期内确实会造成部分国家的战略摇摆，甚至为特朗普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利益，但代价就是美国的霸权基础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反噬。面对这次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欧盟一改之前的亲美立场，冯德莱恩马上公开表态将实施260亿欧元的反制清单。加拿大这个一直被戏称为美国第51州的国家，也突然宣布对298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反倒是亚洲的某些国家急得团团转，恨不得马上光速滑跪。而这种传统盟友集体反弹的诡异局面，揭示出的就是美式霸权主义的一个致命缺陷，也就是这种靠利益和军事维系的国际同盟其实是极为脆弱的。而且亚洲的很多国家也并不是甘心去做美国的舔狗，他们更多的呢是使用战略模糊的策略，即利用中美激烈的贸易冲突来尽可能多的让自己获取利益。比如印度在承接美元产业转移的同时，仍从俄罗斯进口打折原油，并大幅度通过人民币结算，三头通吃赢麻了。巴西也趁机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并提出建立透明且安全的支付平台，其本质也是努力拉来东大这个第二大经济体来制衡美元霸权。而中国对策的巧妙之处在于将关税反制与全球化战略相结合。首先我们通过 WTO 起诉美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来强调我们的正义性。到底谁才是人类之光，谁又是地球之癌又是谁试图牺牲全人类的福祉来强行逆全球化，倒行逆施呢？不言自明但当然除了这个，还要有更实际的措施，比如为合作紧密的东盟国家减免65%的部分关税，提升友好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带领世界一同与美国脱钩。因此从2018年开始，中美的贸易量呢就开始逐年降低，而同期东盟在中国外贸中的份额却显著提升。通过这些年的调整也是成功实现了市场结构的重塑。所以面对这次特朗普的全面关税大战，中国能如此从容的应对，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的韬光养晦、层层布局。东大早就不是你从前的东大了，但特朗普呢还是那个当年的特朗普，你连点新招都没有所以这次美国挑起的全球贸易战，你说一点影响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你说有什么巨大的恶劣影响吗？起码对视频前的各位观众来说至少咱们不会像美国人一样为了一盒鸡蛋、一包卫生纸抢破脑袋。而这次贸易战更深远的变化，则是发生在货币领域。中俄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呢提升至40%，沙特对华石油交易也开始考虑人民币计价。这些看似是为了应对贸易战影响的零散举措，实际上是在动摇美国石油军事美元的霸权根基。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沉迷于关税数字的小学加减法时，副总统还在用粗俗的言语口嗨时，中国以及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已经悄然开始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重构。那特朗普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他确实可以用他引以为傲的谈判策略为美国争取到一些眼前的利益，但2次入主白宫的他仍然只是个商人，他理解不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他将国际贸易视为一场价高者得的博弈，认为加征关税只是一种筹码，是可以迫使其他国家让步的手段。嘴上以制造业回流、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来满足支持者们的精神诉求，私下里呢却自己疯狂的发虚拟币，做空美股，赚的是盆满钵满。特朗普假意高喊着外部威胁来挥动关税大棒，强化自己是国家保护者的角色，但却忽略了人民选他做总统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而现在美国的普通家庭因为关税每年要额外支出约3800美元，而同时呢，中国却通过以旧换新的策略投放了数千亿的消费补贴，让大家都用上大彩电、大冰箱、大沙发。
当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沃尔玛货架前为涨价抱怨时，中国呢却早早的与其他国家加强了贸易往来，让中国人的生活尽可能的不受贸易战影响。那在中国上下团结一心的对抗下呢，关税成本最终也将会由美国进口商来承担，使美国的制造业成本进一步增加。更深远的影响则会渗透到美国的各行各业，不仅不会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还会让本就脆弱的美国工业因为失去中国零件的供给而变得更加艰难。从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开始，截止到2019年8月，美国就有30万个就业岗位因贸易战而消失，尤其是国际贸易物流相关的领域，美国的资本家们为了减少成本，果断地选择裁员。同时由于受到中国的对等反制，美国的农民也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美国的农业体量本就非常大，甚至这次特朗普的胜选都要仰仗美国农民的大力支持。但上了台的特朗普反手就给自己的支持者来了一刀。尽管贸易战也会给中国带来阵痛，但中美之间本就必有一战，美国不可能眼看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而无动于衷。所以正如教员在抗美援朝中曾说过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如今我们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反倒可以团结上下，加速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甚至由于特朗普王八拳的一通乱挥，很多美国的潜在盟友也开始考虑与中国加强贸易，来减少美国的影响。比如比亚迪等新能源车企就通过了欧盟认证，拿下了大额订单，创下了历史新高，大大降低了对美依赖度。中国的光伏产业更是控制着70%以上的关键环节，而中国的半导体领域也在美国的层层打压进一步冲击高端，渐渐地实现独立自主，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外国进口芯片的依赖。AI 领域更是紧追不舍，与美国争夺着这个重要领域的定义权和定价权。当特朗普照猫画虎，学着罗斯福宣称自己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时，他或许根本不知道，当时的美国对2万余种进口商品加征最高60%的关税，从而引发了全球的贸易萎缩，直接加速了大萧条和二战的到来。美国所谓的崛起，也只是建立在全球的战乱和冲突之上，而当时的美国也确实有工业实力来从混乱中获利。可如今的美国只是一个靠着金融、毒品度日的空壳帝国。所以从一开始，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就选错了方向。不管是1930年还是2025年，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未真正的解决过经济失衡，反而加剧了全球分裂，让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不过挑战中也隐藏着机遇，相信在美国的倒行逆施之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意识到多边合作与规则重构将是化解贸易冲突的关键。任何试图以关税霸凌的行为，终将被历史证明是缺乏远见的自杀式行为。而随着特朗普关税的层层加码，最终决定胜负的关键手已经从无意义的关税数字转变为全球规则的重新制定。谁能制定出对大家更好的世界运行规则，谁能带着全世界人民把日子越过越好，把钱越挣越多才是关键。那相信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最终都会用脚投票的。所以这场中美关税战的本质是单极霸权与多极全球化秩序的制度性冲突。特朗普想当然的滥用金融和科技霸权，看似自己赢麻了，实际上加速了美国在全球化格局中的衰退。而中国则是利用内外双循环，在实现一种全新的世界格局。美国可以通过印绿色的废纸，让3亿美国人过上奢侈浪费的生活。那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强大的工业实力，让14亿中国人过上富足充实的生活呢？不仅中国人，其他国家的人民只要勤劳肯干，努力创造价值，一样可以在中国的规则中，通过勤劳致富，一同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所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能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要具备这3种能力：技术创新、制度包容和民生保障。而这3点恰恰是美国所缺失的。这个短暂称霸几十年的世界霸主，终将逃不过历史的规律，焚毁于旧秩序捍卫者亲手点燃的硝烟之中。